聽講花生油冇咁健康喎，仲有花生油係比較油膩、比較高 calorie，減肥嘅話就盡量食少啲。又或者其實你中意食花生油嘅，因為佢煮出嚟嘅菜係特別香。但係咧又聽過人哋話佢冇咁健康，所以你又唔敢用。如果你有呢啲問題，你就嚟到啱嘅地方啦。Hi， 大家好，我係 John Health Coach，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呢個 channel 係幫你同你屋企人做更明智嘅健康選擇。如果你想知道嘅話，就記得訂閱同埋撳個鐘仔啦。咁當我發新嘅影片，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要知道花生油係咪健康嘅油，老規矩，我哋首先要睇花生油嘅化學結構，即是話佢嘅脂肪酸組成啦。花生油嘅多元不飽和脂肪大約有30%。我喺呢個 video 都有提過呢，揀食用油嘅時候建議要揀 Omega 3同6加起嚟要低於30% 嘅。咁係因為呢兩種多元不飽和脂肪係唔穩定嘅。例如葵花籽油同菩提子油，佢哋嘅多元不飽和脂肪係70% 以上，大豆油同粟米油大約60% 以上。呢啲聲稱健康嘅油，佢哋不飽和嘅脂肪好高。不飽和嘅脂肪酸比例佔得越多，其實就代表嗰隻油越唔穩定。唔單止加熱嘅時候唔穩定啊，甚至喺體內代謝嘅過程中容易氧化變成自由基。撇開穩定性唔講嘅話咧，呢啲油由於佢 Omega 6好高，過多嘅 Omega 6會令到身體入邊嘅 Omega 6同3失衡，係導致身體慢性炎症嘅其中一個原因。尤其喺澳門、香港喺出邊食嘅餐廳，大多數都係用平嘅大豆油，所以如果你屋企用嘅油仲係葵花籽油、菩提子油、大豆油、粟米油等等嘅呢，咁你就一定食過多嘅 Omega 6啦。而花生油呢，就啱啱過咗30%，所以如果你中意食花生油嘅話，勉強仲可以，因為佢係一個相當穩定嘅油。但係前提下要減少其他 Omega 6嘅植物油嘅來源。如果你想更詳細了解點樣揀健康嘅食用油，你可以睇下呢個 video 啦。第二，大部分都有一個誤解，以為花生油係高膽固醇。其實所有嘅植物油咧係冇膽固醇嘅。食物中嘅膽固醇對血液中嘅膽固醇係冇關。我哋身體中嘅膽固醇大約80% 係身體自己製造嘅，只係大約20% 嘅膽固醇係來自你食嘅食物。咁第三，聽講花生油嘅飽和脂肪高，所以唔健康。有啲人話花生油唔健康，因為佢飽和脂肪比其他嘅植物種子油高，大約19% 係飽和脂肪。咁呢個又點呢？其實飽和脂肪嘅攝取量同心血管疾病同埋中風冇關嘅喎。我哋從細聽到大嘅一啲健康資訊呢，話要減少食飽和脂肪嚟預防膽固醇高同埋心血管疾病，其實係冇確實嘅證據嘅喎。好多人聽到呢個覺得好驚訝，因為我哋被洗腦以為飽和脂肪係非常唔健康，但係其實佢係最穩定嘅油嚟嘅喎。而且目前嘅飲食指南係基於未證實嘅假設、觀察性嘅研究同埋相關結論。所以我已經做咗一個 video 分享最新嘅科學報告關於飽和脂肪，希望你睇咗之後你可以對飽和脂肪刮目相看。第四，聽講花生油熱量比較高，所以咧要減肥最好就唔好食咁多啦。我係一個講關於花生油嘅 YouTube 影片，睇到呢個 comment 喎，話花生油高熱量、油脂高，咁其實係咪真嘅呢？無論係花生油、椰子油、粟米油、菩提子油、初榨橄欖油、豬油、Omega 3嘅魚油，甚至你麵嘅油啊，唔理嗰個油係含有高飽和脂肪或者高多元不飽和脂肪，每一克油都含有9個大卡，冇一種油比另一種油熱量低，油就係油，所以話花生油係高熱量嘅油係絕對錯嘅。咁 number 5都好多人講過嘅，聽講花生油含有黃曲霉毒素。如果嗰個花生油係來自被黃曲霉菌污染嘅花生，咁嗰個花生油就可能有黃曲霉毒素啦。黃曲霉菌係自然界普遍存在嘅一種毛菌啦。其實其他穀物包括粟米、豆類同埋堅果，如果保存得唔好，都容易被呢啲毛菌污染。黃曲霉毒素係一種致癌物質，呢個毒素可能會直接俾人食到啦。如果你食發毛嘅花生或者粟米，咁你就會直接食到呢個毛菌啦。又或者嗰啲動物食咗佢嗰啲發毛嘅花生同埋粟米，咁個人食嘅動物，咁個人都會中到啦。呢個喺2018年嘅報告顯示，油入邊嘅黃曲霉毒素水平係取決於油嘅質量同埋提取方法。但係如果真嘅有污染嘅話呢，大部分嘅毒素係帶唔去油嗰邊，而佢會留喺花生油餅、芝士花生揸完油剩低嘅殘渣，再加上精製過程，例如溶鹼脫酸同埋脫色過程，係可以有效地去除油中嘅黃曲霉毒素。但係呢個係如果真嘅有毒素嘅前提下啦，我相信一個有責任嘅製造商應該唔會攞嗰啲發毛嘅花生嚟整油俾你嘅。我哋希望啦。所以喺超市買嘅精製過嘅花生油其實係唔使經有黃曲霉毒素嘅，反而你應該留意係佢嘅包裝。揀油嘅時候咧，盡量唔好揀透明嘅膠樽，因為你根本都唔知道嗰個膠嘅質量好唔好，裝咗油長時間，嗰啲膠會唔會變質，
有時仲見到嗰啲膠樽咧，仲擺喺出邊日曬雨淋添。仲有啦，裝油嘅樽就盡量冇透光，尤其係含有高單元同埋多元不飽和脂肪嘅油，佢哋嘅脂肪酸喺光下會慢慢發生反應，叫光氧化作用 （photo-oxidation）。咁你咪發覺到喺超市買嘅椰子油係擺喺玻璃透明嘅樽嘅喎，因為椰子油係最穩定嘅啦，佢大約90%係飽和脂肪，佢嘅脂肪酸係唔怕光嘅。另一個我聽過自家製嘅或者鄉下買嘅花生油，經有黃曲霉毒素，呢個就要睇用嘅花生有唔有發毛或者工作環境衛唔衛生。但係我唔否認有啲商人為咗自己嘅利益用發毛嘅花生嚟榨油，咁就要小心冇貪平嚟賣啦。你可以為一啲老行家牌子，例如我見到呢個台灣嘅紀錄片，呢個公司做咗幾代嘅花生油係用傳統嘅方法。首先呢，佢哋會先炒個花生，一來嚟整乾個花生，避免佢容易發毛；二來嚟炒香個花生，然後就用壓榨方式去榨嗰啲油出嚟。佢哋嘅做法係連殼一齊榨油，不過為一個缺點，我見到佢哋係用透明嘅膠樽。其實市面上大多數都係用透明嘅膠樽噶啦，因為平又可以見到油嘅顏色。所以如果你買到呢啲油嘅話呢，最好就盡快用晒佢，同埋擺向陰暗嘅地方啦。好係你買到呢啲新鮮整出嚟嘅花生油咯。咁呢個無精製嘅花生油我係埃克揾到嘅。第一，我中意佢嘅包裝，因為佢擺喺鐵罐入邊。我都有買呢個牌子嘅特級初榨橄欖油，呢個係我第一次食到咁靚嘅花生油。可以寫佢係用烤過嘅花生，然後用壓榨方式提取，同傳統嘅做法一樣啦，用烤或者炒過嘅花生嚟榨油。仲有，我買咗呢個花生油，先發覺到原來佢係高油酸花生油，佢嘅單元不飽和脂肪高達78%，同埋佢嘅多元不飽和脂肪淨係14% 啫。佢嘅脂肪酸造成同一般花生油比好多添，同橄欖油嘅脂肪酸造成仲有得揮。咁你係高油酸花生油，我呢個下次會再分享更多啦。真係好香花生味，好適合中式菜。如果你真係中意食花生油嘅話呢，我覺得呢個牌子真係值得試試。不過係比出邊買嘅花生油就貴好多，但係質素食得出嚟又唔同，可以買嚟試下做個參考。咁你再食其他花生油嘅時候，你就可以做個對比。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呢個花生油，你可以喺下邊揾到一個鏈接，或者如果你有其他牌子嘅靚花生油，你可以喺下邊留言同大家分享。我希望呢個 video 可以幫你解開對花生油嘅迷思，因為我真係聽到好多人話花生油唔健康，然後呢轉去食葵花籽油、大豆油同埋菩提子油。咁咪仲衰。當然而家超市大多數嘅花生油都係精製過嘅，但係比起嗰啲葵花籽、大豆、菩提子油，花生油點樣都係好過佢哋嘅。如果呢個影片對你有幫助，就幫忙俾個 like、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希望大家可以掌握自己健康，達到身心健康。我哋喺下個 video 見啦，拜拜。